2024年10月20号，一架隶属于美国海军第23空中测试中队的 F-35B 成功地在日本出云级护卫舰加贺号上完成了起降。美国防部和日本自卫队在21号证实了该消息。该事件也标志着出云级的舰种成功地从直升机航母升级为了垂直起降航母。F-35B 如何完成垂直起降？日本再度拥有能够起飞高性能战机的航母，代表着什么？未来出云级还有哪些舰载机可以选择？今天大兵来和各位一起聊聊这些问题。出云级的官方名称虽然是一艘护卫舰，但其3万吨的排水、248米的舰长，远超寻常护卫舰水平，所以在非官方场合，我们一般称其为直升机航母。该航母甲板上共有5个垂直起降地点，可以容纳28架直升机。在改造完成之后，其配置了7架反潜直升机、2架搜救直升机以及12架或者更多的 F-35B 战机。相比于出云号之前搭载的直升机， F-35B 的特点之一是具备隐身、超音速和基于 STOVL 的灵活性。它在座舱后装有一台升力风扇，在 STOVL 飞行状态下使用。F-35B 的飞行控制系统是非常先进的，飞行员只需要告诉飞行控制计算机系统飞机的去向，系统就会自动调整推力喷管角度、喷气和控制空气动力，实现垂直起降或者高速平飞。此外 ，F-35B 采用了多种高新技术，例如新的 3M 聚合物薄膜取代了传统的表面涂漆，节省了重量。机体采用了耐高温隐形材料，提高了隐形性能。F-136 发动机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升力，而且具有智能型发动机的特点，维修方便，产生废气少，着陆安全性更好。对于日本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而言，能够获得起降 F-35B 的能力，将显著增强其战斗力。出云级经过改装后，将能够搭载 F-35B 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这种改装包括了甲板的耐热涂装，使其能够承受战机发动机排出的高温尾气，以及对甲板形状的调整，以适应 F-35B 的起降需求。改装后的出云级将能够进行 F-35B 的短距离起飞、着陆和机载操作，这将极大地提升其海上作战能力和远程打击能力。日本防卫省计划对加贺号进行2次大规模改装，使其能够起降 F-35B 隐形战机。第一阶段改装已在2024年3月底结束，完成了对甲板的耐热涂装。F-35B 战机起降实验也已经展开。加贺号未来将针对内部空间展开第2次改装工程，预计将在几年后完工。同为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的出云号已经完成了第1次改装工程，并在2021年时进行了 F-35B 的起降测试。总的来说，出云级获得 F-35B 起降能力后，将使其从传统的直升机护卫舰转变为能够执行多种任务的多功能舰艇，包括但不限于海上打击、远程打击和空中支援等，从而大大增强其在区域安全和防御中的作用。要知道，作为一架可以超音速巡航的多功能战机，即便是经过阉割的 F-35C， 其最小无辅助起飞距离也在400米以上，而 F-35B 却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垂直起降，甚至可以短暂地悬停在空中，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F-35B 的垂直起降技术集成了众多先进技术，包括升力风扇离合器和传动轴、变面积叶片箱型喷嘴、滚转喷嘴和3轴矢量喷管。这些关键部件共同工作，实现了飞机在垂直起降过程中的平稳过渡和精确控制。升力风扇系统是 F-35B 垂直起降型的主要特点，它经历了多年的技术发展，并且逐渐成熟。升力风扇是一种新颖的2级对转概念，它带有一个带叶片的圆盘、2组固定叶片和1组可变进口导向叶片。变速箱为升力风扇的转子分配了高达29000马力的推力，提供业界首创的30:1的推重比，这是之前标准的2倍。VA-VBN 为升力风扇推力矢量提供方向控制，并为 VIGVS 提供额外的效应器进行调节。调节指的是用于控制升力风扇推力的升力风扇进气导向叶片的指令位置。
3个 VA-VBN 叶片由双串联线性液压制动器驱动，驱动力通过连接杆传递给其他3个叶片。使用这种系统，喷管推力可以以每秒40度的速度指向41.75度到104度的圆弧范围。滚转喷嘴发展方向 F-35B 升力系统在每个机翼上都使用了滚转喷嘴，在垂直起降操作中提供滚转控制。滚转喷嘴通过使用2个铰链式襟翼改变喷嘴面积来控制推力。与传统的垂直起降飞机上的反作用控制系统不同， F-35B 通过改变了发动机排气方向，产生大约10%的垂直推力。F-35B 的 3B-SM 由一个 STOVL-LOAN 和一个3轴承旋转机构组成，该机构可以使排气气流在俯仰轴上偏转95度，俯仰角的变化影响偏航轴方向的控制，相应的在偏航轴上偏转正负12.25度。在最大后推力分配时， 3B-SM 可以承受高达23900磅的推力。为了实现垂直起降， F-35B 一共是搞了4个喷口，采用发动机喷管向下偏转的模式，以及升力风扇和调姿喷管来提供足够的升力。机身中轴线上有2个喷管，提供主要升力，机翼下方2个喷口用来调整平衡和姿态。它能够垂直起降，最大的功劳就是主喷管能够弯折90度，竖直的提供91%的推力。两侧机翼下方的小喷口，它们呢能提供剩下的9%升力。F-35B 后背还会背一个风扇，来为自己提供额外的升力。升力风扇并不能自己产生动力，需要一根长长的传动轴连接到主发动机上，由发动机来带动它。平飞时，升力风扇与主发动机脱开不工作，主发动机仅用来提供平飞时的向后推力。当 F-35B 垂飞时，升力风扇上下盖板会打开，离合器会将它和传动轴连接起来，主发动机就会带动升力风扇从上方进气口吸取空气，并喷向下方来提供升力。可别小看它，没它 F-35B 还真的是不一定能悬停。这个直径1.27米的升力风扇在正常工作时，可以将机体上方的空气垂直向下喷出，喷气流量高达230公里每秒，从而提供高达9万牛的升力。再者加上主喷口， F-35B 悬停时的总推力都能达到了175300牛。而且升力风扇底部还有一个 VA-VB 喷管，不仅能对升力风扇产生的升力进行适量调节，而且这个组件还被整合进了飞机结构中，能够承受结构载荷。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节省重量。要知道，实现短距起飞降落的一个重要关键呢，就是发动机产生的垂直升力要大于飞机重量。F-35B 在不到3秒的时间里，就能把尾喷管15700磅的水平推力施量偏转成垂直向下，使总升力达到39000磅。也就是说， F-35B 的垂直升力几乎相当于欧洲台风战机的全加力推力。这惊人的推力施量能力是普惠公司专门为 F-35B 的推进系统而开发的。垂直降落是垂直起飞的逆过程，在接近降落点时， F-35B 减速并且调整姿态，使升力风扇和发动机喷口产生的推力与重力保持平衡。随着高度的降低，飞机逐渐减速并且稳定悬停，最终平稳着陆。在降落过程中，辅助进气口会自动打开，避免发动机吸入废气，提高发动机的功率和安全性。F-35B 垂直系统之复杂程度，说是美国工业的结晶也不为过。难怪日本要以近2倍的出口价来进口这批飞机。不过也有消息称，由于出云号缺少弹射起飞甲板，因此 F-35B 可能面临无法在其上满载起飞的能力。大兵是查了一下资料，发现这条消息纯属谣言。F-35B 的垂直推力足以使其在满载条件下完成垂直起降。虽然日本自卫队最好的选择呢是 F-35B， 不过考虑到洛马最近的情况，想要完成42架 F-35B 的交付，可能需要5年甚至更多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还有哪些战机能够补充出云级的战力？接下来大兵就和各位一起讨论一下。V-22鱼鹰
应该是在出云级上服役的可行性最大的战机。首先是其出口维护和制造都不成问题，关岛和驻日美军都装备有这款飞机。该飞机由美国波音公司和贝尔直升机公司联合设计，是一种同时具备垂直起降和短距起降能力的高速运输轻转旋翼机。它在外形上和固定翼飞机相似，但翼间的2台可旋转的发动机带动2具旋翼，使其具备直升机的垂直起降能力，同时又拥有了固定翼螺旋桨飞机的高速、航程远以及油耗较低的优点。V22 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509千米每小时，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直升机之一。其设计使其能够与垂直起降战斗机配合使用，作为海上作战重要的支援能力。不过现在 V22 有某种系统性故障，为此美军之前停飞了所有的 V22 机队，直到近期才逐渐恢复。能否在甲板更小的出云级上顺利降落，还是一个未知数。无人机也是现代的热门话题，在这之中呢，美海军的 MQ-8 是一个不错选择。MQ-8 火力侦察兵是由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开发的一款无人直升机，旨在为地面、空中和海上部队提供侦察、态势感知、空中火力支援和精确定位支持。MQ-8 无人机的设计基于成熟的直升机技术，主要是施维策330直升机的改型。该无人机是2002年开始首飞，机长7.3米，高2.9米，翼展8.4米，起飞重量接近1吨，最大速度可达213公里每小时。MQ-8 的各项技术参数显示出其强大的作战能力。该无人机的巡航速度125公里每小时，最大飞行高度可达2万英尺，并且具备长达8小时的续航能力。MQ-8 的设计使其能够在舰艇甲板等狭小空间进行起降，具备较强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在作战能力方面， MQ-8 可以携带多种武器和传感器，包括地狱火空地导弹、激光制导炸弹和70毫米激光制导火箭弹等。它能够执行包括情报收集、监视和侦察任务，进行战损评估、通信中继、电子战、武装攻击等多种作战任务。MQ-8B 型号的负载能力提高到了约272公斤，在标准载荷下，能够在距离出发地点约176公里外停留6小时。MQ-8 的作战历史也是颇为丰富的，它是目前世界上现役并且投入实战的唯一一种无人直升机。MQ-8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执行过任务，提供了重要的侦察和监视支持。该无人机在2012年后发生了几次坠机事件，但这并未影响其在战场上的表现。MQ-8C 是 MQ-8 系列的最新型号，正在试装阶段，最大起飞重量达到2.7吨，配备了功率更大的涡轴发动机，最大载荷由 A 型的100多公斤增加到了450公斤，滞空时间超过12小时。同时，为了增强出云级原本反潜的能力，日本自卫队可能会把 AW101也放在出云级上。奥古斯塔·韦斯特兰 AW101 也称为 EH101， 是一款由英国和意大利合作开发的中型多用途直升机。它以卓越的性能和多功能性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AW101 的设计融合了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动力系统。该机总长22.83米，高6.66米，旋翼直径18.6米。它由3台 GE CT78E 涡轴发动机提供动力，最大起飞重量可达15600公斤。AW101 的最大巡航速度为277公里每小时，爬升率为9.5米每秒，服务升限为4570米，最大航程在标准燃油箱配置下可以达到1363公里。机身底部有2个挂点。HM1 型号可以携带4枚 Stingray 鱼雷或者是 MK11 MOD3 深水炸弹，也可以挂载反舰导弹。AW101 遵循传统的设计布局，但是利用了先进的技术，例如旋翼叶片的设计、航空电子系统和复合材料的广泛使用。机身结构是模块化的，由铝锂合金组成，设计既轻便又耐损坏，配备了除冰系统，额定工作温度在-45到正50度之间。飞机的控制系统使 AW101 能够在74公里每小时的侧风中保持稳定悬停。
除此之外呢，该机还有一种被称为主动震动的控制系统，可以将机身震动减少多达80%，提高机组人员的舒适度，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机身上的压力积累。驾驶舱为机组人员配备了装甲座椅，可以承受超过10米每秒的冲击波。虽然驾驶系统提供了双飞行控制，但 AW101 可以由一个人驾驶。飞行员的仪表显示屏包括6个全彩高清屏幕和一个可选的任务显示屏，还可以安装数字地图或前视红外显示器。目前 AW101 已经在多个国家服役，包括英国、丹麦、葡萄牙等。他们都将 AW101 用于各种军事任务。它在海上直升机方面树立了高标准，特别是在反潜作战和搜索救援能力方面，它已经证明了在恶劣海况下从舰船起飞、探测和攻击潜艇，在恶劣条件下营救幸存者以及提供医疗疏散和治疗方面的有效性。出云级拥有全通型甲板，长度和全舰长度几乎相当，宽为38米，甲板总面积约为日向级的 1.5 倍。考虑到 AW101 的多功能性和出云级的甲板设计，它的理论上呢有可能在出云级上服务。AW101 的尺寸和重量与出云级能够搭载的直升机相当，而且多功能性将为日本海自提供更多的作战选项。各位认为出云级还有哪些选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